哎，魏总，薛律师辛苦了，职责所在。哎，警察同志，辛苦了。走。你需要等一下了。你有完没完啊？警察同志，我已经很配合你们工作了，有什么事情跟我的律师谈。哎，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我要告你们！哎，这2个案子看来都不是很顺利啊。如果把2个案件合并在一起，会不会就胜了？刚才听小陈分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妙涵，这些都是罪证。所以你是说魏晋给孙妙涵的那个手链，姚信有同款？对，虽然可能是撞款，但是你们刚才说可疑对象有可能在环市，而魏晋又很有可能是个性侵惯犯，而且我记得姚鑫在出事之前是经常跟着魏晋出去应酬的，可魏晋这段时间看起来一点也不伤心的样子，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当然了，这只是我开的脑洞，可能不够严谨。我们办案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觉得可以按照这个线索继续追追看。可是这个矛盾点说不通嘛。你们想，即使魏晋，他就是一个性侵惯犯，可是性侵跟杀人这是2件事情。一个性侵惯犯在进行杀人之后，能把现场处理得这么干净吗？如果说凶手并不具备杀人的犯罪经验，只是刚好有戴手套的习惯，戴手套的习惯是吗？这也是一种可能。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凶器上只有姚鑫和周俊的指纹，却没有第3个人的指纹。昨天晚上我去物业调取了电梯的监控，3月的天儿，魏晋他还戴了一副皮手套。没错，一个巧合可能是巧合，多个巧合就不能是巧合了。我马上联系警方，看能不能赶在今晚之内把这事情核实。辛苦。我要告你们！放开我！放开我！魏晋，你涉嫌故意杀人，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魏晋已经认罪，周俊涉嫌故意杀人的嫌疑已经洗清。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为正义而战，不辛苦。太好了，我们这算是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现在一上网，志坤就挨夸。哎，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回味那天宋哥跟阮姐无敌默契的超神推理吗？警方本来就已经往这个方向上调查了，锁定魏晋那是迟早的事。我们只是作为知情人提供了一些线索，帮忙加快了进程。你这有点谦虚了，啊！你这一个加快，让周俊跟孙妙涵还有受害者家属来说，这减少了多少的心理压力啊！对啊，太谦虚了，许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魏晋能这么快认罪，警方是掌握了什么关键证据吗？警方复原了魏晋从案发现场带走销毁的一支录音笔里的录音，录音记录了案发过程，还有姚鑫生前给父母录的一段话。爸妈，当你们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我可能又让你们失望了。从小到大，每逢大考，我总是心态失衡，让你们一次又一次失望。这次我努力很久，终于进了环市，本以为柳暗花明，终于能做出成绩让你们为我骄傲，却没想到。魏总好，我是新来的策划姚鑫。说说看，你为什么应聘这个岗位？想多学习，
多进步，多赚钱。你倒是挺诚实的。正好，我这儿有个项目，你过来看一看，考考你对内容的敏锐度怎么样？来呀，过来看看。啊。你看啊，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就是内容。你看懂了内容，也就看懂了咱们这个行业的规则。魏总，这是您要的文件。这文件不对吧？这文件您之前批示过，没错的。你自己看看，来看看呀。你好好看。这个文件现在没什么问题了。但是你要走出这扇门，它有没有问题就不一定了。我手头有个新项目，你做负责人怎么样？你长得漂亮，工作能力又强，总不能一辈子干策划吧？听我的话，我不会亏待你的，啊？我就这样在挣扎中屈服了。可是我的屈服，并没有换来他兑现承诺，只换来他无穷无尽的危险。爸妈，我手里有他侵犯我的证据，我决定找他谈判。他要是给不了承诺我的东西，我就报警。如果这段录音公开了，就证明我谈判失败了。但或许说出这一切的我，会获得新生。案发当天，姚鑫与周俊分开之后，姚鑫下定决心去找魏晋，用魏晋私下给他的一部未实名手机联系了他。哎，妈妈。哎呀，案子破了。那周俊这孩子，因为挟持你爸那事儿还出不来。你爸跟我商量了，想着要不要给他出个谅解书，看看能不能争取给他减点刑。应该是有机会争取的。这件事儿我会跟张姐说的。你说这俩孩子吧。对了，姚鑫这孩子你去看过他没啊？嗯，我跟怀颂前2天去过墓园了。哎，希望在那个世界，一切罪恶都被光明扫除，你能被善意包围，安宁、自由。邓老师，啊，我刚才在走廊啊，看见你们班一学生，哎呦，走路都在看历史书，一边看一边背，哎，那认真劲儿。那好啊，哎，不愧是我们班学生吧？得点名表扬啊。知道是谁不？赵毅，没想到吧？你可别给他骗了，那历史书里面肯定夹着课外书呢。我这得逮他去。哎，你还不让人学生进步了？哎呀，他进1步退2步啊！
哎，老师，正好找您呢。这道题上写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是哪年发明制造的？我回答1886，怎么错了呀？1886年呢是获得汽车专利的一年，普遍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台生产的汽车，但实际上呢是1885年生产了第一台内燃机汽车。哦，1885，谢谢老师。没事。1885发明制造的汽车，1885，你爸爸，哎，你爸爸发明制造。来，这节地理课提前开始啊，把卷子分一下，我们开始分析试卷。你这分析的什么？乌兰巴托明明是温带大陆性气候。赵毅，上课了。喂，赵姨妈妈是吗？不要忽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家长的疏导还是很重要的。比起学习成绩，我觉得孩子的身心健康才是第一位的嘛。如果真的因为学习压力造成心理崩溃，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你这辅助线都画错了，第一步读错了，你能解出来吗？哦，这样画，再看一遍，这回懂了吧？哦，就。你干嘛呀？吓我一跳！我解出来了，得45度。至于吗？这么简单的题，你激动什么呀？我当然激动了，这代表着我离你的分数线又近了一步啊！就这，你还差着远着呢。看题，还有什么题不会，赶紧问，我要回家了。这个。嘿，哎呦，许大壮抱白许大厨啦！哎，那你们先聊，我先做饭。辛苦你了。哎呀，你这镜头也是啊，又齁又晃。你这个镜头看起来也挺齁的呀。哟，这是刘大厨给你准备的爱心晚餐吧？今天加单。哎，你最近事儿一茬接着一茬，这两天怎么样啊？好多了。那环视那边呢？现在什么情况？郑总今天跟我说，项目暂停了。没事儿，怀疑魏晋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过这个结果了。把他绳之以法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只是暂停嘛。你说不定过两天就重启了。哎，你趁这个空闲的时候可以写写新书啊。之前在申奥那个非遗的项目，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算了，先休个假吧。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好好吃。那我关火了。那行，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啊。我就干活去了，一堆事儿要忙到废起。哎，我最近挺闲的，你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说啊。好，有需要你的地方一定不跟你客气哦。拜拜，拜拜。好香呀，我都饿了。马上就开饭了啊！明天我不用去律所，咱们要不要出去转转？好啊。
身边，终于唤醒。阳光、花香、绿色的氧气，大自然果然拥有强大的疗愈能力。而和大自然一样疗愈的，是喜欢的人知道此刻的你需要什么，陪伴在你的身边，默默为你准备一切的心意。刚刚看的是他吗？我们许律师真是慧眼如炬啊！来，尝尝。你说这个，要不还是说你眼光好了。中午想吃什么？你要不吃辣的话，我们可以吃炒肉。炒肉？行。天哪，你快看热搜，李世灿跟经纪公司解约了。真的假的？那还有假？热搜都爆了，都骂他白眼狼呢。天哪，原来之前去做慈善都是去摆拍的。对啊，真是一点没看出来。可我之前还挺看好他的，竟然直播去圈未成年人的钱，真是人不可貌相啊！不可能是假的。我听小道消息说，这些传闻都是他经纪公司放出来的。谁让他白眼了？红了他就不干了。就是。天下偶像千千万，这个塌了咱就换。哎，我开玩笑的。这个是你最爱吃的芒果威士忌。这差不多。诗诗姐，网上的消息不会是真的吧？当然不是，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坚定地相信石灿。别着急，我这有人脉，我马上就去问他的情况。姐姐，你是我在娱乐圈唯一的人脉了。喂，石灿，我听说你跟公司解约了。是啊。之前跟你说过会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但是我看网上说你把车子、房子都卖了，拿去赔违约金了。钱赔了可以再赚嘛。重要的是结束了一段不良的合作关系。那你现在住在哪呢？你爸妈家肯定不安全，应该有很多媒体会去围堵才对。现在是住在酒店，不过消息爆出来了，可能酒店也住不了了吧。那要不你住她男朋友家怎么样？啊？现在是风口浪尖，你跟任何异性被拍到，爆出绯闻，这等于是火上浇油。不如住我那儿，还安全一点。你在哪儿呢？我去接你。我到家啦。你看，已经把他接到了。一切都很顺利，路上也没有媒体跟。来，打个招呼。对啊。行，反正你就放心就好了。辛苦你啦。我会把他照顾好的啊，放心吧。这就挂了。也不差这一会儿吧。一会儿我要工作，从现在开始不要打扰我，一切你自便。记得关门。收拾的挺干净啊。别动。
别碰我女朋友的毯子。我。那我喝口水吧。放下。那是我女朋友的杯子。你让我自便，那我不拿杯子喝，拿什么喝？拿手喝啊？不是不可以啊。不过厨房里有一次性的杯子。那水呢？水管里有，净水，请便。你俩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的，可以在群里说哦。没什么事儿，就是不知道许律师家的厨房自来水味道怎么样，我准备去尝尝。啊，没什么事儿。他说他嗓子有点疼，我帮他刚烧上热水啊。哇，什么人啊？石灿现在不能出门，你们一会儿吃饭怎么安排？他不会又给我陈预制菜吧？许律师，之前呢好歹还有个预制菜，你现在连火都不开了。我女朋友不喜欢吃预制菜，所以家里没有。800遍，800遍了。我知道你有女朋友，那我也不喜欢吃预制菜，家里总得有点新鲜的蔬菜吧？那得看来的试试。那我呢？当然没有。唉。诗诗在问我石灿的情况，能不能把石灿在你这儿的事儿告诉他呀？让他知道偶像没事儿，他也能安心学习。谢谢。哇！你干嘛？味道怎么样？你突然这么好心，该不会在面条里面下毒吧？你觉得呢？那到底什么目的啊？确实有一个交换条件。那我现在吐还来得及吗？
当然来不及了。天哪！石仓在我哥家，45日不就是在我家？现在你终于放心了吧？我现在不光放心了，我还要把石仓放心里一辈子。不是，这就一辈子了。哎，我跟你说啊，我才知道，阮玉姐姐的人脉原来就是她自己。现在我哥跟她也混熟了。我真是想不到，好不容易能约到我的辅导老师来许愿树下自习，怎么就碰上李石灿上热搜了？你离了我不会自己写作业呀？哦对，我得给不悔报个平安。不悔又是谁呀？不悔，我打听到了，他现在在朋友家，很安全。现在的骗子很多的，你不要被网上的这些人骗了。他一口一个姐姐的叫你，说不定他现实生活里就是一个抠脚大汉。那之前在超市被骗的是谁？你又一惊一乍的干嘛？我发现了一个 bug 点，这黑料的时间线也对不上呀。我发现了那些黑料的漏洞，明天方便见面聊一聊吗？床没得商量，我又不介意挤一挤了。我介意。哦，明白。也是不知道许律师家的沙发睡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嗯，床我可以让给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们律师真的很喜欢讲条件。哎，说吧，什么条件？哇，这是什么意思啊？啊，那边啊，你只能睡那一半，中间是界，记得不要越界啊。那君子协定不行吗？没必要这样吧？这是检验你是不是君子的工具。不要越界啊！哦。爱灿不悔，爱灿不悔。是他吗？周姐。哎，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儿？我不是说不让你跟我过来了吗？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呀？我没跟着你啊。再说了，这条街姓许吗？我就是路过。
我头一次见到头感这么重的路人。我这不是来当护花使者的吗？再说了，万一对方是个抠脚大汉，专骗祖国的花朵呢？什么不悔？今天见到我，我就让他后悔。师姐。啊，你好，我是你是哎，啊，是师姐啊，是我。这也不是抠脚大汉。啊，不好意思啊，他是我朋友，但他没有恶意的啊，他只是担心我一个人出来比较危险。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你比我想象的，比我大这么多呀。我也没想到，你比我小那么多。啊，不过没关系，什么年纪都可以用爱。诗姐说的对。你可以不用叫我姐。哦，对，我们干正事儿。我给你看这个。好，咱们去那边。好。哎，这水箱好像确实不太均脏，要不然我还是睡沙发算了。哎，我不是特别喜欢小动物，你不要过来啊！等我。那个，要不你带着我出去？怎么样，我的专属 VIP 听众？想不到许怀颂这么不近人情的家伙，居然会养一只这么可爱的小猫咪。对了，也不知道他给我留了什么吃的。唉，看来还是我太美化他了。来了，当当，早饭。什么呀？看看。为啥蛋黄烧麦啊？今天起得早，跑了一趟。哎，那你出来给我买早餐了，13在家吃什么呀？哎呀，怎么了？啊？哎呀，那怎么了？昨天晚上我睡了一晚上沙发，哎呀，觉得有点腰酸背痛的。这疼啊？哦，我给你揉一揉。好。哎呦，这边也挺疼。这边也疼啊？怎么回事啊？实在嘛，毕竟是你学弟啊，多照顾照顾他也是应该的。那真是辛苦我亲爱的男朋友了。不辛苦。好可怜哦。这里疼吧？这个疼吧？是不是这个也很疼呀？你这么可怜，那我给你都揉揉啊。不错。像是你的手机。厨房没吃的，
猫已经替你喂好了，不用谢。冰箱里有食材，自己做。谁啊？一个没有眼力劲儿的人。这大早上又是谁啊？哥，我们几个粉丝发现了网上的黑料漏洞，让灿哥看看。顺便告诉灿哥，我们始终都在。谢谢哥。这看起来还挺重要的，要不你吃完早饭先回公寓？不行。回来了。你把我厨房给炸了？没有啊，是你厨房差点把我炸了。谢谢。还有这个，你粉丝。哦。谢谢你们，你们的问候你哥已经带到了。不过呢，你们还是要以生活还有学习为重心。放心吧，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处理？你能怎么处理呢？等等，当然是请一个聪明的律师了。聪明的律师很贵的。所以 x 等于0。y 等于1，懂了吗？行，讲完了，收工。啊，你回去把药题再做一遍，明天给我看啊。好。哎，你怎么回去啊？坐公交啊，老样子。哎，那你等我一下，我送你去车站。就这么2步路，想些什么呀？哎，你等我一下。哎。等我一下，快点儿！许怀师，等一下，我叫你等一下。太慢了你！你这自行车后面什么时候安了个座儿？这都安了1个多星期了，你那眼睛就没带正眼看过我一下是吧？不就是一自行车吗？看把你给牛的，又不是跑车。有自行车不错了啊！你知不知道末班车还有5分钟了？这都怪你，不早说！不是你跑啥？我载你啊！未成年人骑自行车载人违反交规，不。啊？那我这后座不是白安了？你等我一下。
妈，你怎么来了？你妈我上哪还得给你报备啊？阿姨好，快吃，上车，阿姨送你回家。不用了，阿姨，我等的车马上就到了，还有5分钟。你坐几路车呀？我坐19。哟，那我刚看到末班车已经开走了。啊，上来吧。你上去吧，你不是喜欢跑车吗？这不就来了？我不是那个意思，阿姨，我刚才跟他开玩笑呢。这公交车站不好停车的，快上来吧，啊。谢谢阿姨。安全带。阿姨，那我坐了您的车，他呀，骑车正好锻炼身体。坐好了啊，我们出发。啊，路上小心啊，妈。不愧是我妈。聪明的律师，很贵的。这是我最后的积蓄，请聪明的律师，这够吗？事情解决完，立刻搬走了。事情解决，立刻搬走。那聪明的律师一般要多久？得看这烂摊子有多大了。那我这烂摊子啊，这么烂，3天吧。3天？那我再忍3天吧。喂，是我再忍你3天。还学会请律师了，说吧，想聊什么？知道了，离开了我，他什么都不是了，想请我回来了，还是想说外边那些料是我放的？我劝你们这些做律师的呀，别没事只知道捧着本法典，多了解了解娱乐圈。我把他捧红了这么多年，惹了多少人眼红？树大招风，现在树倒了，有的是人等着落井下石。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告你们随便，反正告不到我头上。关于网络上流传的那些不实信息，也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些料，我们已经做好了证据保全工作。不过你也可以放心，在我们掌握切实证据、明确放料人是谁之前，不会随意指控任何人。算你们懂点道理。当然，我们非常懂得一个道理。不能因为狗咬了人，人就去咬狗。你说谁是狗啊？您刚刚不是说这些料不是您放的吗？我的这个比喻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到底想要干什么？那你打算怎么做？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会在放料这件事情上留下把柄。那我们只能告营销号了。要想解决对方抛过来的问题，除了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抛回去一个问题。这次过来啊，是要跟你聊聊过去贵公司跟我当事人签订的以及为我当事人代理签署的各类合同。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有什么好聊的？只要合同纠纷的诉讼事项没过，陈芝麻烂谷子
也能聊，比如说这份经济合同，权利和义务严重失衡，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严重倾向于贵公司，无限扩大了贵公司的免责范围。与此同时，非常不合理地限制了艺人的人身自由，排除了艺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异议权，这在法律上称之为霸王条款。我想贵公司应该很清楚，霸王条款缺乏法律效力，所以才会在我当事人提出全额支付违约金时，这么爽快地答应他解约。毕竟如对簿公堂的话，你们根本拿不到这个数。什么条款我不清楚啊，反正违约金已经到账了，这笔钱白纸黑字规定了它的用处，拿不回去的。这个钱确实是以违约金的形式拿出去的，不过我们可以以另外的形式再给拿回来。你什么意思啊？这3份是商务合作合同，都存在因虚假宣传导致艺人形象受损的情况，一系列能够证明艺人形象受损的证据，我方已做好保全，可以按约向贵公司和品牌方进行索赔。不知道现在你觉得，我作为一名律师还够不够了解娱乐圈？根据这些合同的标的额，最终能够达到怎样的索赔数额，你可以咨询你们公司的法务。除此之外，在过往的收益结算当中，贵公司还曾多次挑我当事人所谓的错处，无理克扣其按约应得的分成。所有的交易流水明细以及沟通记录，都有证据留存。我方也可按约追回。够了，你们想怎么样？很简单，无论放料人是谁，贵公司应该最清楚，网上的那些舆论都是子虚乌有的指控。我们要求贵公司通过你们的社交媒体官方账号，针对这些不实言论进行公开澄清，消除我当事人的负面影响，恢复我当事人的名誉。好，但有个前提，我们要签订一份协议，保证他以后不会再追究这些事情。不可能，不可能，搞笑呢吗？那岂不是你们随时都可以威胁我？如果你说的随时都可以威胁你，是指我们可以随时追究贵公司的法律责任，那确实是这样。但有一点你要搞清楚，现在不是你给我们机会，是我们给你机会。你没资格跟我当事人谈任何条件。他对我下这种狠手，他是疯了吗？我不相信他会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跟我打这么多的官司。他既然下定决心要跟你解除一切合作关系，你应该明白，一个有勇气光脚的人，不会惧怕穿鞋的人。李时灿的经纪公司发声明嘞，我就说那些留言都是假的。哎，我看看。我司高度认可李时灿先生过去在工作中的专业态度和专业贡献，尊重李时灿先生现阶段的事业规划，祝愿。你就说之前那些留言肯定是经纪人不爽报复，现在估计谈拢了，以后就各自安好了。兄弟，幸亏你今天来陪我喝酒。谁让咱俩是朋友呢？来，那干杯，都在酒里头。来，干了。朋友，兄弟。我们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已经解除了。
这里没有工作，只有朋友。谢谢你。都在酒里。这几个月，为了解约，我呢，假装顺从艾伦哥，像他给我画饼那样，也给他画饼，然后稳住了他，然后假借着闭关写歌，避免新的伤亡。趁着这个时间呢，我卖车、买房，终于凑够了违约金。本来以为解约之后我会觉得大快人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我和艾伦哥曾经不只是朋友，还是战友。我不知道到底是这些年他变了，还是说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是和我不装了。本来以为会是同路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那你想不想见见还没跟你走散的人？还有我呀，哥。你怎么？哥，帮我们来2杯。其实，从你跟我交底开始，我就想好了，我一定要跟你走。只是当时不知道能不能走得掉，就没提前跟你说。哎，今天艾伦哥松口了，给了我2字儿：同意。滚吧！谢谢。哎，那你是怎么联系上他的？哥，你忘了，我有许律师家的地址啊，立牌还是我记的呢。啊，对，是，赔罪，赔罪，我也赔罪。谢谢你，都会好起来。小飞说，那天石灿喝多了以后可劲夸你呢，说你是他见过的最会算计的人。确定这是夸？我来夸夸。我们许大律师不仅专业过人，人还很善良。听说1分钱代理费都没收呢。我还真能问个口袋叮当响的人要钱，就当是法缘了，把这尊大佛请出去，我才能跟我女朋友好好约会。这回恐怕是约不成了。今天谁来也不顶用，没得商量。哎呀，今天是周末呀，小许不上班吧？你有时间带小许回家一趟啊！你爸一直念叨你们俩的。干什么去啊？当然是得买礼物去了，总不能空着手去吧？放轻松，别紧张。老师对好学生，那都是很和善的。爸，您这是？你吃你的饭。来，怀素，你陪老师喝几杯。
哎，好嘞。吃啊。吃。来。好，妈妈。老师，来。爸，他这胃。为什么倒个酒也这么慢呀？张老师，我敬你。怀宋，你喝下这杯酒，晚上回去就不能开车了。那就睡家里。你家里还多间客房，行。齐老师，哦，还有几个小菜没上，喂，阿玉，快帮忙，看什么呢？快点，快帮忙啊！哎，你们喝啊！阮老师，我干了，您随意。怀宋啊，你慢点喝，别喝醉了。没事，老师。你知道老师为什么一开始把小刘介绍给玉玉吗？那你知道他们喜欢刘律师什么吗？因为他是律师。因为他为人忠厚老实，心眼好，花头少，不浮夸，也不会欺负人，行动胜于言语。因为他忠厚老实，心眼好，花头少，从不欺负人，行动胜于言语。因为他是律师。怎么了？没什么。老师，您为什么给阮玉想着介绍律师啊？因为很多时候，玉玉需要律师的帮助。这不是网上常有人泼他脏水吗？他呀，总觉得瞒我和他妈妈瞒得牢。其实早几年我们就知道他的笔名，一直偷偷的关注着他。只是他担心我们看到网上那些不好的言论，一直不敢说，我们也就装作不知道。女儿长大了，懂得体恤父母了，有什么难处也不跟我们讲了。我们就想着找一个人替我们照顾她，保护她，为她遮风挡雨。再来一杯。哎，玉玉说你的胃不太好。是。工作比较忙，胃不太好。既然这样，就量力而行。遮风挡雨，靠的不是孤勇，也不是逞能。首先，你要保护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他。怀宋啊，喝这个吧，把刚才那杯酒冲淡一下，免得伤了胃。谢谢阮老师。这水的味道喝起来就淡了吧？是。所以很多人跟你一样，喝一半就搁下了。
但我们过日子总不能一直像老白干一样轰轰烈烈的。大多数时候，它就像这水一样淡，经得起轰轰烈烈不算什么，你要经得起平平淡淡，那才了不起。老师，我敬你。好了，知根知底的学生，我放心。华雄也要谢谢老师，给我上了这一课。想谢，就争取早点把老师这个称呼换了。我一定努力。担心什么呀？你爸有黑菜。妈，我爸今天这个架势，给我吓得都梦回当年数学组办公室了。对，我记得。哎，这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啊！你说妈妈吧，老是催你找对象，这真的把自己未来女婿催回来了吧？哎，说实话，妈心里真舍不得。妈，你这话说的也太早了，我又不是明天就结婚了。再说了，就算结婚了，不也是在杭市吗？哎呀，脸红了。知道。那到时候还不是能回来的，都一样。回不回来不重要，是不是？妈妈就想啊，你能过好自己的日子。这以前人都说，闺女啊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妈妈觉得吧，贴不贴心啊，是不是小棉袄都不重要。对妈妈来说，只要你健健康康的，幸福平安，这辈子啊，跟妈妈活得一样，妈妈就高兴了。哎呀，妈，你说我乖宝贝哦。哎呦，你看还跟妈妈粘在一块儿，怎么结婚呢？行，不说，洗菜。怎么了？你在看你有没有喝醉？当然没有，这才哪到哪儿？那你今天跟我爸爸喝了多少？就你看到的那1杯，就那么点儿，喝了这么长时间？因为其余时间都在喝鸡汤。我爸还做鸡汤了。那怎么不端出来也给我尝尝？当然不行，因为这是给我开的小灶。对你这么好。看咱家闺女啊，哎呀，真幸福，就跟我们当年是一样的。哎呦，一点也不一样，别看了，没事。这把年纪喝了点酒，你看还想跟小许拼是不是？还看什么？赶紧回去啊！走。走了，爸爸妈妈。哎，去吧啊！哎，好。小许啊，等会儿开车慢点啊！哎，好嘞，放心吧。玉玉，记得每天打个电话啊。还每天的，有空再打。我要看到我女儿。行。走了，让老师，邱老师，哎，邱老师，拜拜。拜拜。哦，看看。哥，你去阮玉姐姐家里吃饭了？什么时候带姐姐也来我们家吃个饭呗？去呗，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儿。
可能得晚点。这会儿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儿？我怎么不知道？你和我去了就知道了。曾先生，您真的要投资咬耳朵这个项目？嗯。是因为之前……阮小姐，不要有负担，我是看好了这个项目的内容和前景，才决定投资的。你早就知道了？也是昨晚刚得到岑先生的回复。回复？是许先生给我推荐的这个项目，我们影视板块的团队啊，评估了一段时间。非常感谢您和大家对这个项目的认可。我不止认可这个项目，更相信阮小姐的能力和人品。我个人希望，阮小姐除了担任编剧之外，能充分参与电影拍摄和后期制作的全过程。不知道阮小姐愿不愿意？当然没问题。这么快就答应了，就没点什么别的要求？要求不敢说，不过确实是有一件事儿。之前呢，有一个试戏过女主角的女演员叫孙妙涵，我觉得她对待表演非常的热忱，而且演戏也很有灵气，所以我想再帮她争取一次再次试戏的机会。当然了，我们肯定要保证绝对的公平公正，一切都以咱们的标准来进行选拔。没问题。谢谢曾先生。那男主方面，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吗？没关系，项目刚启动嘛，不急，先打磨好剧本，选角同步进行。这个家呀，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阮玉姐姐给盼来了。妈，你说我哥这上辈子是不是积德行善，才找到阮玉姐这么好的女朋友？你哥呀，是这辈子也在积德行善。玉玉啊，什么时候叫上你父母，我们一起见见面，吃个饭？妈。哎呀，是我心急了。妈这是见到阮玉姐姐，太高兴了，想让阮玉姐姐赶紧把你给收了。雪儿，是你吃你的饭吧？咋了？你不想啊？今天是堵不上你的嘴了，我看。吃饭。要是爸能见到阮玉姐姐，应该也很高兴吧。你爸的身体状况能回国吗？妈，你说什么？妈，你想让爸回来啊？不管我想不想，他毕竟是你们的爸爸呀。妈，你的意思是说，你原谅爸了？真要掰开了揉碎了，去理理这其中的是非对错，哪里有理得清楚呢？不过就是他有他的坚持，我呢也有我自己的选择罢了。都过去了，过去了，也就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了。快吃吧，玉玉吃啊，玉玉啊，吃块排骨，谢谢阿姨。
吃饱了？吃好了？饱了。哎呀，不用不用不用，这边我来就行了。雨第一次来，你带他去参观一下。嗯，我来吧。你就恭敬不是从命吧？走，去吧去吧。阿姨妹妹，那你们辛苦了。去吧。走。你赶紧写作业去。知道了。进来吧。这就是你的房间啦。在想什么？在想，我高中的时候肯定想不到，高冷学霸许怀颂竟然会这么喜欢看课外书。哎，这本我也看过。这本我也看过。这本你也看过。这些书你都看过，正是因为你看过，我才收集的这些。还记得这本吗？如果这些美好的瞬间都被痛苦淹没了呢？我将继续寻找，就算这无尽的星辰令我的寻找希望渺茫，就算我将单枪匹马，银河帝国这句话送给你，一起看漫画的陌生朋友。人生嘛，有光鲜亮丽、自由快活的时候，也有深陷沼泽、迷惘无助的时候。如果被淹没了，就继续寻找和创造美好的瞬间吧。在你还不知道这位跟你一起看书的朋友是谁的时候，你就照亮了他的人生。等会儿，嗨，哥，挺好的。啊，哥，你看我找到了什么？软玉姐姐，这个呢，本来应该是属于你的跨年礼物，我帮你保管了多年，现在应该无古言主啦。谢谢。这个成熟的、有经验的演员吧，都怕我们这个项目再出事儿，都不愿意来。这能来的呢，不是演技青涩，就是形象气质跟角色不符。小阮，你怎么看？我是觉得大家对于男主的理解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而且感觉上也不是很对。陈琳现在后面还有别的演员吗？没有了，对呀。哦，那今天就先到这儿。行，大家辛苦了啊。郑总，这边还有份资料需您过目一下。哦，好，谢谢。写的不错呀，小阮，你看看感觉怎么样？啊。这份人物小传对男主的解读非常到位，甚至都有些超过了我们给到的剧本范畴。对，他好像对男主有一些特别的了解。郑总，这是哪位演员老师写的？我们可以请他过来见一见吗？可以。真不错。石灿，李石灿，我觉得挺好。大家好，我是李石灿。刚才为大家还原的是我大学时一场文艺汇报演出。石灿弹琴时候的形象和气质跟我们的男主真的非常贴合。我还注意到啊，石灿在弹琴的时候不住地往台下偷瞄，而且还弹错了一个音符。这些表演上的细节处理非常的精准到位，很真实。这不是表演，这是我对暗恋的理解。好呀，既有对角色的理解，又有对暗恋这个内核的认知。石灿，你早该来演戏了。石灿，今天特别感谢你来救场。我呢也等着这笔片酬应急，怎么样，演得不错吧？很不错，可以说是戏致入。戏致入微什么？哎，你怎么来了？没接你下班啊？你呢？我姚耳朵的男主已经定下来了。真的？那这下你可以安心了。定了谁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一个唱歌的会演戏吗？你一个律师，平时不也挺会演的吗？放心吧，我会努力向前辈看齐。你们继续，我先走了，拜拜。拜拜。太好了，这开机的日子也定下来了，我的键盘肯定要打出火星子。许同学，你也要专心准备你的法考。走。
慢着点，别摔了。哎，姐姐好。你好，姐姐，咬耳朵要在跨年夜开机，我可太兴奋了。而且刚好要拍跨年烟火男女主牵手的情节，这对你和我哥来说简直太有意义了。本来呢，只是定了12月开机，我也没想到，刚好就定在了这一天，更没想到还来我们苏氏一中取景了。那多好呀！哎，不过太可惜了，我哥在国外，他回不来。你哥这次出国，是去处理好最后一个案子，还要把你们的爸爸一起接回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赶不上跨年和开机也没关系。他赶不上，我们可赶上喽！你怎么突然也来了？我可是原著的编辑。哎，那我还给原著打过官司呢。当然要来见证这一刻。哎呀，哎，导演，导，你好，你好，你妹妹啊，小然。啊，对我妹妹。啊，对了，导，我们今天0点整准时开拍第1条吗？今天人这么多，需不需要提前多试一下？不用，不用，不用。这不戏里戏外都是0点，图个好兆头嘛。哎呀，好饿呀！突然饿了。要不这样子，小然，马上要放饭了，你带你的朋友先出去吃饭吧。方便吗，导演？方便，没问题，去吧。行，那我们马上回来。好的。哎呀，快走吧，怎么？有这么饿吗？这突然的。来了。再有1个多小时就要开拍了。你们这场戏准备的怎么样了？没问题。可以了。你们别看这场戏只有男主角“对不起，签错了”这6个字的台词，但它里面包含的情感是我们整部电影里面最丰沛的，就像喷泉泵压到极致，又在爆发的边缘，却猛然抑制住的那种感觉。没有台词的外化才是最难表演的。我还挺奇怪，怎么刘导一开机就拍这场重场戏？可能是因为节约经费吧。今天刚好一中的学生也要跨年嘛，就有现场的群演和气氛道具。那是有可能，不过一般拍摄都需要群演配合导演的调度，我们就这样直接拍摄学生们的跨年实况，不会显得画面有点乱吗？这个嘛，哦，刘导说我们这部电影的风格就是要贴近生活，所以要拍摄真实的学生跨年场景，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是吧，约翰？是，我看刘导以前也拍过类似的片子，那场面气势恢宏的，观影效果特别好。到时候拍摄出来的画面定能惊艳四座。惊艳四座。当然。哎，你拍戏几年了？5年了，可是你看起来还是很像高中生。今天拍摄现场，感觉好多人都怪怪的。别人的第6感可能很灵，你的第6感还是不要轻易当真了。你什么意思呀？今天嘴里藏刀啦？不记得当初是谁把明星的保姆车闹不成绑匪的劫车了呢？可能真的是我想多了吧。什么愿望都能成吗？怎么了？你有什么愿望？说说。没什么愿望，我就随口说说。你脸红什么？胡说，
我哪有脸红啊？算我胡说。老师来了，上课去。逮到你了！吓死我了，沈明。你干嘛躲那儿呀？我当然是在这儿守株待兔啊。我先把这个挂起来。哪个班的？啊！走走，叫他主任。哪个班的？快点！过来挂东西是吧？今天都第8个了。你有什么愿望想许？